我遭遇车祸，当场身亡。丈夫和妹妹在殡仪馆哭到昏厥，人人都以为他们对我情感深厚。当天晚上，他们就甜甜蜜蜜地住进了我全款买下的婚房。妹妹从小就喜欢跟我抢垃圾，重生在订婚那天，我把她最爱的垃圾塞回给了她。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和赵明远结婚4年，他是农村出身，家里一贫如洗，能一跃变成当今的商界新贵，少不了我家的资金支持。我当时是个恋爱脑，放弃自己的事业，甘愿为他洗手做羹汤。他又勤奋上进，讨得我爸欢心，把公司的核心技术都透露给了他。结婚第1年，他对我有所冷淡，不像恋爱时那样事事有回应。他说他要努力打拼事业，为了配得上我。我理解。结婚第2年，他的手机换了锁屏密码，微信上也开始出现暧昧问候。他说是我想太多，他心里只有我。我相信。结婚第3年，公司发展陷入困境，他开始酗酒、家暴。酒醒后，他哭着说他只是压力太大，为了让我过上更好的生活。我沉默。结婚第4年，他得到林氏集团的股权，他不装了，成天出入声色场所，夜不归宿。这次更离谱，我一死，他就带回了我爸的私生女林媛媛。他得意地踩在我的高定礼服上，说姐姐的品味也不过如此。林媛媛，你的品味更糟糕，不然怎么会抢着接受我不要的垃圾？我重生了。在和赵明远订婚的那天，他穿着凭他自己奋斗这辈子加下辈子都买不起的高档西服，天价葡萄酒喝得他红光满面，在一众商界名流面前，他情真意切地说要一辈子尊重我、呵护我。前世的我被感动得无以复加，后来才知道爱妻人设只是他拉拢投资的手段之一。这次我不愿退居幕后，趁此机会跟我爸妈的老朋友熟络关系。赵明远体贴地劝我，灿然，今天你辛苦了，客人我来招呼就好，你先回房间休息吧。前世赵明远就是打着为我好的幌子，让我疏远家中人脉，自己收拢人心，取而代之，以至于最后我被迫净身出户，他们也都袖手旁观。我笑眯眯地说，不辛苦不辛苦，这些叔叔阿姨都是我爸的老朋友，从小看着我长大，订婚这么重要的日子，我当然要好好款待他们。赵明远出身贫寒，对我们闲聊的话题一窍不通，看着我灵活地穿梭在人群中，和商界大佬们相谈甚欢，他只能陪着笑脸，半句话都插不上，笑到最后嘴角都笑僵了。呵，你以为你后来的荣华富贵是谁带给你的？订婚宴进行到一半，林媛媛也混进了现场，她穿的礼服比我还夸张，生怕别人看不出她想当主角。林媛媛站在台上，冠冕堂皇地说，虽然姐姐脾气不好，在家总是跟爸爸吵架，惹爸爸不高兴，但是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我衷心地为她感到开心，也希望我的姐姐林灿然能够得到幸福。台下的人议论纷纷，这是谁呀？我怎么不知道老林还有个女儿？我爸保密工作做得好，虽然私下对林媛媛比对我还好，但是没向外界透露过一点风声。他也知道要脸，偏偏林媛媛不要脸，逮住机会就想把自己的身份昭告天下。身边相识的伯伯问我，灿然，他是谁呀？前世爸爸为了面子道德绑架妈妈，公开认下了这个女儿。后来林媛媛理所当然地接手公司，继承了她的全部遗产。
这次我抢先夺过话筒，我也不清楚他是谁。保安，请检查一下这位小姐的邀请函，闲杂人等不要放进来。邀请函，他当然没有，但他最擅长装可怜。赵明远看不下去，冲上去拦住保安。来者是客，既然圆圆是来送祝福的，我们就让她留下吧。送祝福，来拆台的还差不多。他看向我的眼神恳切，加上林圆圆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要是我不答应，还真就坐实了脾气不好的指控。在一旁看戏的蒋玉突然开口道，叫得挺亲密，人是你找来的？赵明远被这话架在了半空中，如果他说不是，林圆圆很可能被当众赶出去；但如果他说是，一来说明他不懂礼数，找来的人胡乱说话；二来说明他在林家没什么地位，甚至给不出一张正式的邀请函。林家这准女婿是真上不了台面，多重要的场合还敢随便让人进来捣乱。要我说，结婚还得找门当户对的，免得被没礼数的人坏了规矩。几个阿姨表示，以后女儿结婚肯定不找这种小门小户拎不清的。赵明远脸色涨得通红，正所谓越缺什么就越在乎什么。赵明远嫌弃自己的出身，订婚宴上一个亲戚都没叫来，就是怕他们出丑。可现在还是被人揪住了小辫子。我知道他气得快要爆炸，但他不能，他还得讨好我，只有跟我结婚，才能拿到我们家的财产和股份。赵明远维持着体面的微笑，叨扰诸位了，我先送这位小姐出去。蒋玉拦住他的去路，漫不经心地发问：你还没说呢，他是你谁呀？竟然让你抛下未婚妻，专门送她出去。蒋玉长得高，肩宽腿长，站在瘦弱的赵明远面前，对比更加鲜明，直接把赵明远英雄救美的逞强气势压了下去。此时议论更甚，叔叔阿姨们自然都是向着我的，纷纷指责赵明远不该冷落了我，又用异样的眼光看向林圆圆，责怪他做了这个搅局人。林圆圆狠狠瞪了我一眼，然后立刻换了副神情，可怜巴巴地向我爸寻求帮助。他比我会撒娇，比我会装可怜。我爸偏心，从来都是向着他的。如果只有一个玩具，必然是他的；如果有两个，他就会故意扯坏自己那个，另一个还是他的。可是他忘了，我爸向来最要面子，在这种时候承认他的身份，无异于揭露自己出轨的过往。我爸闭上眼，大手一挥：保安，还不快把人带走！林圆圆被拖出大门时，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当天晚上，赵明远没有跟我回家，他说他喝醉吐了一身，不想弄脏家里的地毯。说到底，不过因为林圆圆的那条短信：姐夫，姐姐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好难过。以前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只要我皱一下眉，他都恨不得把我捧在手心里哄。今天我要他给个解释，他却只会找借口去安慰林圆圆。难道只有会撒娇的人才能被看到伤口吗？我冷笑一声，坐上了蒋玉停在门外的超跑。蒋玉主动帮我系上安全带，一张俊脸凑到我面前，乖巧地问：姐姐，我们现在去哪？蒋玉是我闺蜜的弟弟，闺蜜出国留学前说把他交给我，任我差遣。我只当是句客套话，但现在还非得他帮忙不可。我目不斜视，春宵情趣酒店，赵明远和林圆圆固定的幽会地点。蒋玉故作害羞状：姐姐想玩这么刺激的吗？被我一顿暴打之后，他乖乖把车开到了酒店。这是蒋玉兄弟名下的产业，有他帮忙，我们轻而易举地进入了监控室。没过多久，显示器上就出现了赵明远和林圆圆的身影。
那两人缠成麻花一样，从酒店大堂扭进楼上房间8303号房。我立刻拨打电话，警察同志，我举报春宵情趣酒店8303号房有人卖淫嫖娼。第二天，全市都知道了，赵明远订婚当晚就在情趣酒店招嫖。不过，谁知道赵明远这种小人物呢？所以，同城热搜第一条是林氏集团准女婿嫖娼。配图是赵明远和林媛媛在春宵情趣酒店门前被抓上警车。感谢那位记者朋友把两人的正脸拍得清晰无比。立刻有人在下面评论：林家大小姐的眼光真差呀，竟然看上这种男人，难怪林氏集团这几年都在走下坡路。订婚当天我也在现场，那个卖淫女都舞到正主面前了，楼上的我昨天也在，她还管灿然叫姐姐，真以为是开了后宫啊。我爸看了评论，脸色气得铁青，却是冲着我说话，跪下。我爸恨铁不成钢，我怎么会教出你这种女儿？前世我太渴望父爱，对我爸的话无条件服从，哪怕明明不是我的错，我也不敢顶嘴，只能自己默默忍受。这次我态度坚决，我不跪。这话你应该跟林媛媛说。我也很好奇，你怎么会有她这么不检点的女儿？我爸气得抄起戒尺往我身上打，还好我早有准备，躲过一劫。林媛媛红着眼眶，抽泣着说：姐姐，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总是针对我。昨天我只是想祝贺你找到幸福，你却要把我轰出去。姐夫看我可怜，才亲自来安慰我的。你打电话报警，考虑过我们林家的名声吗？考虑过爸爸为林氏集团付出了多少吗？谁会安慰小姨子安慰到情趣酒店里去？道理显而易见，正如同我爸的偏心也是显而易见。我爸放了狠话：林灿然，要么跪下道歉，要么禁足1个月，以后你的零花钱全都打到媛媛账上作为补偿。他的保镖已经做好准备，好像下一秒就要把我拖进房间里。谁敢让我的女儿跪下道歉？我妈本来已经买了出国旅行的机票，看了新闻又从机场杀了回来。我妈就我这一个宝贝女儿，她前世被赵明远蒙蔽了双眼，才放心把我交给他。现在他看清了赵明远的真面目，自然不可能放过他。我爸表面上是个集团老总，但家里的财政大权都掌握在我妈手上。我爸见状，态度立刻软了下来。老婆，你别误会，我只是想教育一下灿然，家丑不可外扬，不是真的要他下跪。我妈冷哼一声，说：这里谁是家丑？她看向林媛媛，你的私生女，然后又指向赵明远，还是这个瓢虫，这2个祸害你都处理不好，还敢教育我女儿？我爸自知理亏，气都不敢大喘一声。赵明远怕错过入赘豪门的机会，扑通一声跪在我妈面前：伯母，我真的不知情，都是林媛媛故意把我叫过去勾引我，我的心里只有灿然。林媛媛瞪大眼睛，不敢相信赵明远就这样背叛了自己。对这种鬼话，我妈当然是劈头盖脸地骂了回去。最后，为了稳定林氏集团的股价，我爸只好自掏腰包，把黑热搜压了下去，又把赵明远道歉和解除婚约的标签抬上来。赵明远拿到巨额封口费，立刻把错都揽在了自己身上。后来又卖惨说自己得了抑郁症，对不起我，只可惜评论区无人原谅，全是一片谩骂。由此还引发了网友对林媛媛的一阵讨论。听说她那段时间出门总是会被人认出来，还经常有人问她一晚多少钱。
解除婚约后，蒋玉来找我的次数更加频繁。我不是不知道他的心意，只是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现在正在攻读医学博士学位，赵明远是我硕士时期的同学。前世他用花言巧语让我放弃学业，回归家庭，自己却偷走了我和同门研究多年的医药项目。他为了谋求利润，没有等到攻克最后一个技术难关，就匆匆将药品上市，赚了个钵满盆盈。因为药品严重的副作用，导致一大批患者失去了行动能力。赵明远只管压下风声，继续赚钱，直到最后纸包不住火，才把我推出来挡刀。回到此时，赵明远早在订婚前就利用我的信任，偷偷把研究数据拷走了。而我爸为了弥补林媛媛，正好把自己私下投资的药业交给了他。我要赶在药品上市前加速完成这项研究。又是一个深夜，我疲惫地从实验室里走出来，蒋玉的车还停在外面，连续2个月都是如此。我多晚走，他就等到多晚。一看见我，他便打开车门下车，递给我一杯热可可。林博士，辛苦了。我跟他碰了个杯，你也辛苦，不必每天都等我。蒋玉故作严肃，谁说我在等你？我等的是人类历史上的医学奇迹。我们相视一笑，靠在车身上，共同看今年落下的第一场雪。赵明远因为之前的舆论攻击，在商业洽谈中屡屡碰壁，药业在他手中很不景气。他开始疯狂酗酒，甚至有了家暴行为。林媛媛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好长一段时间没敢出门。最后是邻居实在看不下去，帮忙报了警。林媛媛和赵明远被带到派出所时，我正好也在派出所报案。最近实验器材总是被盗，我不想把经费都浪费在这种小事上。警察耐心地询问：小姑娘，你身上的伤是不是你男朋友打的？林媛媛看见我，一口咬定：不是，我男朋友很爱我，他不会打我的。他好不容易从我手上抢走赵明远，当然要好好炫耀一番，怎么肯承认他们之间的问题？警察又问：那你脸上和手臂上的伤是怎么回事？林媛媛说：是我不小心摔的，和我男朋友无关。反复询问10几次，林媛媛都是一样的答案。警察只好放他们回去。帮我立案的警察纳闷，那姑娘身上的伤明显就是被打出来的，她怎么还那么坚持替她男朋友说话？我微笑着说：也许爱能止痛。凭借我和同门的专业和默契，我们提前1年完成了研发，只需要等待药品通过临床试验，就能顺利上市。赵明远不知道从哪打听到消息，也快马加鞭，竟然跳过了临床研究，抢先把药品上市。我私下找到赵明远，劝他重视临床研究，不要拿患者的生命开玩笑。赵明远自负地说：我聘请的都是专家团队，比你一个没毕业的博士不知厉害多少倍。我说要没问题，就是没问题。也许是赵明远团队的人太急功近利，这次药物的副作用比前世更大。第一批买药的患者，有的全身瘫痪，有的甚至面临截肢。病人家属情绪很激动，纷纷到药业楼下闹事，举横幅、摇白旗。药店里印有药业字样的药品都被砸得稀烂。他们等到赵明远和林媛媛走出来，就一哄而上，手里准备的臭鸡蛋、烂菜叶全都招呼上，还有几个壮汉直接把赵明远按趴在地上打，保安拦都拦不住。林媛媛眼尖，指着路过的我大喊：要是林灿然研发的，你们要找麻烦就去找他。病人家属看到我却犹豫了，
赵明远把药品上市前一天，我和同门以学校的名义公开发文，请大家耐心等待，我们争取在明年之前向大家提供安全有效的药品。我们学校成才大在当地有很大号召力，关注这种罕见病的人都认识我的导师，行业的大牛，自然他们也不会错过我和同门在网上发布的动态。也正是因为这条动态，遭受药物伤害的人比前世少了大半。谁都知道公立医学院研究的药物比资本家团队的靠谱得多。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突然崩溃，倒在地上嚎啕大哭。要是我老公和儿子再等等你们就好了，他们为了早点康复，多搬几天砖，挣钱回老家过年，才着了这些黑心人的道。现在我老公死了，儿子躺在床上，连动都动不了，叫我可怎么办啊？赵明远和林媛媛吓得不敢动弹。最后我爸的秘书来收场，承诺赔偿所有丧葬费、后续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才把大部分家属送走。有一些还没走，也不闹事，只是默默地在墙角抹眼泪。我不愿再多逗留，林媛媛却跑来拦住我，不甘心地说：“你是故意给明远哥哥错误数据的吗？他只不过不爱你了，你何必用这种手段报复他，还间接害了这么多人？”赵明远立刻变了脸：“林灿然，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恶毒的女人。”当天晚上，新闻大肆报道林氏集团千金报复昔日爱人，导致万名无辜病人一夜瘫痪。早就料到他们会倒打一耙。第二天早上，我立刻召开了记者会。记者的问题无比犀利：“林小姐，你是为了报复前未婚夫才故意把假数据卖给药业的吗？林小姐，这么多人因为你的行为而瘫痪，你有什么感想？林小姐，听说明年你所在的研究室也要推出同类药物，这是一种恶性竞争吗？”面对黑压压的话筒和摄影机，我不慌不忙地说：“我们实验室的研究今年上半年才出有成果，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而药业的药品上个月就已经上市，他们的进度远超我们实验室。退一步说，就算我给了药业错误的数据，他们又是如何通过临床研究的呢？就目前的伤残率来看，药业的药品明显达不到国家上市标准。请问赵明远先生，你敢不敢公开你们的临床试验结果？”赵明远脸色惨白，他为求药品更快上市，抢占市场份额，根本没有做临床研究，而是找人做了一份假报告。这报告一旦公开，就是一个笑话。我继续说，至于恶性竞争，就更无从谈起了。我和同门在导师的教导下潜心研究多年，是为了治愈更多患者，绝不是谋求利润。我以林氏集团的名义承诺，明年药品上市，价格一定低于药业定价的1/3。直播间里、评论区都是病人和家属激动的留言，我就知道，相信成才大医学院肯定没错，这才是真正悬壶济世的名医呀！那些资本家差远了，这回不用我动手，就已经有病人家属报警。警方以涉嫌妨害药品管理罪和故意伤害罪为由，逮捕了赵明远。赵明远提出了很多次想见我，他说只要见到我，他就151地认罪。我不想为难来传话的小警察，便亲自去了一趟。赵明远回忆了很多我们恋爱时期的过往。突逢暴雨，他冲到实验室门口给我送伞，自己却淋得像只落汤鸡。国庆假期，他顶着烈日发了7天传单，为了给我买份像样的生日礼物。他期待地看着我，如果重来一次，你还愿意给我机会吗？
我斩钉截铁，不可能。正是因为重来一次，我才更全方面无死角地体会到赵明远的渣。他自嘲地笑了一声：你是不是一直看不起我没钱家里穷？我这么努力挣钱，就是为了让你和你家人看得起我。我摇了摇头，从交往开始我就知道你的家境，但我还是答应了你的追求，也认真想过跟你结婚。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我也只是在投胎的时候比你幸运一点而已。你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硕士学位，你聪明，有上进心，只要走正道，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但我没想到你会出轨林媛媛，更没想到你会如此草菅人命。见我要走，赵明远急忙抓住我的手，苦苦哀求。我错了灿然，我一时鬼迷心窍，我再也不会这样了。你求求你妈和你外公吧，我知道他们才是林氏集团的大股东，这种小事他们一定能摆平的。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立刻叫来狱警，多给他举报了一条盗窃罪。他以为只是盗窃了几项实验数据，实际上可没那么简单。看在我导师的面子上，这个实验各个医药企业投资上亿，光这几项数据就能让他赔得底裤都不剩。我妈听说以后感到很欣慰，还好我的宝贝女儿当初擦亮眼睛，没有和那个赵明远在一起。他跟你爸一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原本以为我爸妈相亲相爱，林媛媛的出生只是一个意外，到现在才知道，原来我爸这些年一直跟林媛媛他妈保持着联络，私下转移了不少财产给他们娘俩。我爸妈的婚姻早已经名存实亡了。我爸本来只是一个穷小子，借着我外公的资金和人脉支持才发了家。但我外公当时留了个心眼，把林氏集团的大部分股权都留在自己手里。我妈随时可以一脚把我爸踹开，只是为了让我有个完整的家，才纵容他在外面放肆。前世我只纠结我爸到底更爱我还是林媛媛，却忽略了妈妈才是最爱我的人。我握住我妈的双手，妈，我已经长大了，不需要你再为我委曲求全。爸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你有权跟他离婚，追求自己的幸福。在我和外公的支持下，我妈和我爸顺利离了婚。我爸婚内出轨多年，还有了个私生女。根据结婚时我爸为了哄我妈和外公签下的夫妻忠诚协议，法院判给我爸的财产很少，甚至不够赵明远赔款的1/10。收到判决书那天，我爸失魂落魄地看着家具被一点点搬空，房子不是留给他的。我妈嫌晦气，打算直接卖了。她看见我的时候，眼睛亮了亮：灿然，你来了，你不会让爸爸没大房子住的对吧？我说，爸，你放心，如果我有2栋房子，一栋是我妈的，另一栋还是我妈的。你的房子找林媛媛和他妈要去吧。她才年过50，头发已经花白，没了生意场上的运筹帷幄气势，像一个普通的空巢老人。她颤抖着嘴唇说：媛媛呢？媛媛不见了。我想起小时候，爸爸带我和林媛媛去游乐园，我摔了一跤，于是眼睁睁看着他们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有好心人扶起我，问我：谁带你来的？你爸爸妈妈呢？我泪眼迷蒙，爸爸呀，爸爸不见了。林媛媛当然不见了，没了我爸和赵明远当靠山，他又傍上了新的大款，并且极力与这2人保持距离。他怕我爸找他要回原来给的那些钱，还怕跟赵明远这种有案底的人扯上关系。再次见面是在我们实验室新药上市的发布会上，这天也是赵明远入狱的日子。林媛媛挽着大款的手，笑得像一朵鸡冠花，
大款应该是个很有钱的大款，比我爸当年看起来还有钱的那种，否则很难想象他会露出那么灿烂又谄媚笑容。见到我，他甚至迎上来打了声招呼，露出他脖子上的高仿香奈和手上几年前的旧款爱马仕。姐姐，好久不见。我爸妈离婚后，林氏集团逐渐衰败，看起来像是大厦将倾，实际上不过是我妈不乐意顶着林氏的名号继续经营，正在逐步抽资，打算到国外重新投资。林媛媛看着我身上朴素的白大褂，阴阳怪气地说：“姐姐，只知道埋头搞研究可不行，你这要低价出售，又不挣钱，找到一个靠得住的好男人，后半辈子才能衣食无忧。”我坦然地说：“药物低价不等于廉价，治愈更多病人就是医学研究的价值。如果把赚钱作为第一目标，医学界的发展才岌岌可危。”林媛媛嗤之以鼻。大款本来在和我的导师攀谈，听到我这番话，激动地握住我的手，额头上仅有的几根刘海也随之飘动。医学界有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未来的发展不可估量啊！我对这种恭维已经司空见惯。蒋玉皱着眉，把他的手从我手上推开。大款见了蒋玉，更是惊喜，对他点头哈腰：“蒋总怎么也在？”然后转头对林媛媛介绍：“这可是蒋总，成才集团董事长的独子，我们公司的重点合作对象。”蒋玉揽过我的腰，宣示主权：“来看我女朋友。”自从我答应和他交往之后，他就恨不得昭告天下，逢人就告诉对方我是他女朋友。林媛媛的脸色变了又变，最后娇滴滴的叫：“蒋总好。”跟第一次见赵明远的语气一模一样。蒋玉嫌弃地看了他一眼：“你嗓子卡了痰吗？声音真难听。”听实验室的师妹说，那天大款对我们团队那么热情，是因为他的独生子患有某种罕见病，当年吃了公司的新药，导致半身不遂，现在躺在病床上，靠各种昂贵药材吊着命。大款四处重金求医，还来成才大求过我们导师好几次，可惜我们只研究治疗罕见病本身的方法，对其他药物导致的副作用无法解决。我把林媛媛在药业时用的名片寄给了大款，听说他当天就被大款和大款的老婆毒打一顿，在大冬天衣不蔽体地扔出了家门。后来似乎觉得还不解气，又把她抓回来嫁给自己儿子冲洗，待在病房里端屎端尿，给他当免费护工。我去医院查看病人的时候，见过他几次，昼夜不分的操劳，让他头发枯黄，皮肤粗糙，仿佛苍老了10岁。唯一不变的是他每次看向我时怨毒的眼神，与我何干？不过是一报还一报。赵明远入狱的那天，远在国外的妈妈给我送来一份大礼，她知道我无心于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斥资给我建了个研究所，让我毕业后能够继续潜心研究。我想她是想告诉我，女人的事业远比爱情更重要。今天又要加班，师妹对我挤眉弄眼：“师姐，你男朋友又来给你送饭了，好羡慕啊！”我转过头，蒋玉正提着保温桶，笑眯眯地站在实验室门口。我曾经认真同他说过，我有自己的事业，我的行业注定了不能把太多时间放在家庭上。他说，他愿意支持我的选择。任何一个人，无关性别，都有追求自己人生价值的权利。全剧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一提到凤凰男，大家可能会想到联合农村全家坑城市老婆的男人。那我想说，这些人在我老公面前都是凤凰力只有5的渣渣。
因为我老公狠起来，连自己全家都不放过。其实深究起来也是必然吧，毕竟他的父母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卖。我跟我老公是某211大学同学，他除了家里穷，哪哪都是白王麻子的标准，外表帅气，为人谦和，品学兼优，说起话来如遇春风。作为准一线城市出身，没有受过苦难，恋爱剧科多的我，随即情书、鲜花、礼物砸起来，追了1年才成功把他追到手。说老实话，他除了恋爱的时候没钱，哪哪都好，把我捧到天上去，连内裤都帮我洗。为了这个持家好男人，恋爱中的消费都是我出，偶尔闺蜜为我鸣不平，但一想到我掏钱买东西，他都捡便宜的，帮我省钱，我就觉得其他人的男朋友都是垃圾，哪有我男朋友品德高尚？而且我男朋友虽然家里穷，但他投资意识还是有点，家里有点闲钱，他就首付买了一个小公寓，用来出租。虽然租不抵贷，但他还没毕业，就是一个有房子的人了。所以我觉得他的未来极其光明，超级无敌的潜力股。大4我毕业，他考上了研究生，我怕失去未来可期的他，就带他见我父母。我家在准一线城市，有2套房，爸爸政府机关工作，妈妈是小公务员，不是大富大贵的家庭，但历来都是别人求我家办事，日子过得很滋润。我嚷着要结婚的时候，男友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跟我结婚是不负责任。我爸也觉得结婚太早，等他研究生毕业了再说。多年后的某天，他教导我，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和自己差距很大的东西，那就不能强攻，要以退为进，让东西主动送上门。那一刻，我才明白他对我金钱的节约以及日常的谦和包裹了多少用心。只是在结婚这件事上，谦虚他算错了，因为我爸确实舍不得我那么早嫁人。但当时这种花招，不仅我受用，我妈也受用，觉得他言谈举止都挺不错，特地打听了他的家庭。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有个姐姐被卖的事，唯一的担心就是听说凤凰男都挺顾家的，我怕他以后成为伏地魔，一个人养全家的那种。但他向我保证，他绝对不是不能那种人。后来他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确实不是那种人。他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他妈妈为了催婚就来看看我。当时我们租的是挑高公寓，就是2层的那种，楼下有沙发。我还在想让阿姨睡沙发，恐怕不妥，但他早早订好了酒店，让他妈睡酒店。他妈打扮得很土，衣服都起毛边掉线的那种，带了很多面粉啊、红薯啊，家乡东西。他接过后没带回去就扔了，说面粉晒在外面全是灰尘，很不干净，红薯上也有虫洞，不健康。我觉得他说的道理，就不管了，反正也不值钱。后来请他妈吃2顿饭就送走了，全程没有为难到我。我觉得他真会处理婆媳关系，很拎得清。现在想想就很不对，你妈大老远背着好吃的来看你，你不让她进家门，还把她不远万里背来的东西给扔了，随便请2顿饭打发走，连衣服都不买一件，不给零钱，不给路费，明晃晃的嫌弃自己老娘，你还是人吗？对，就是个禽兽。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有迹可循的，但是我当时就没反应过来。他毕业以后，我就开始嚷着要结婚了，好男人吗？不能放跑了。然后从那时候起，我的脑子就完全不够用了。首先，我去他家，发现他家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穷，至少还新盖了2层楼房。他妈妈拉着我的手不放，说是特地为我们准备的婚房。我打量着房子，
虽然不稀罕，但他父母的好意，我肯定要领。午后，我小睡了一会，忽然发现窗外有一个陌生姑娘直勾勾看着我。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我的婚房。”啥？我没反应过来。这个淳朴的农村姑娘又强调了一遍：“这是我和王景的婚房。王景是我男朋友。”等会，这不是我的婚房吗？姑娘神情愤恨，却红着眼眶说：“我跟他定了娃娃亲，我们一直都是异地恋，就等他毕业回来结婚。他上学的学费都是我打工资助的，而且这个婚房我们家也出一半钱的。”他的话信息量太大，我一时都反应不过来，正怀疑这个女人是不是说谎时，他弟弟下班回来，看见我们俩姑娘在一起，直接站在原地不动了。他不动了，完了，这个姑娘说的话一定是真的。王景，你脚踏两只船，还是人吗？我冲到他房间，就对王景咆哮，揪着他要交代。王景顿时大呼冤枉，一脸的委屈，这都是旧时代的糟糠。他也说了是定的娃娃亲，说明这就是两家父母年轻时的干的蠢事。我一个211毕业的研究生，怎么会把自己的婚姻交给娃娃亲？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我扭捏着不肯轻易原谅他。他妈妈听到我们吵架，立马从厨房跑了出来，可别冤枉小景啊！我们这是农村，一个个的人都贪得很。小景娃娃亲是我们做长辈的封建，其实早就想跟他们家断了。但小景是村里唯一的211研究生，是女方一家不肯放过他。既然要断，那你们两家为什么还要一起拿钱建婚房？我不罢休！他放屁！王景妈狠狠呸了一口。我跟村里人借钱建房，他们听说了主动要借钱，还以为他们转性了，没想到他们在这等着。放心，你们安心结婚，这钱妈还。随后他们又解释了很多，比如那个女孩子上学不要好，大专毕业后借着打工在城里疯玩，工资完没了，就说是资助王景买学习资料了，弄得王景逢年过节都不敢回家。后来借钱给王景家盖房子，等房子建好后，到处嚷嚷这是他们两家一起建的婚房，说他女儿也有份。看王景带女朋友回来，就立马过来挑拨离间。总之他们一家人没什么本事，一堆的坏心眼，你可不能上他们的当啊！男朋友妈妈拉着我推心置腹，一直说是他害了王景。我也不好意思让老人家这么批评自己，可心里又委屈，那我也不能总被他编排吧。男朋友走上前坚定道：“以前是我优柔寡断了，但你放心，这次我一定跟他说清楚。”说着就大踏步地走了出去。我想跟上去，被男朋友的妈妈一把拉住。那个姑娘厉害得很，你去了她肯定要打你。我一想到电视上农村妇人会揪头发打架的样子，真吓得没敢去。更重要的是，我应该相信王景才对。我在新建的院子里等了半个多小时左右，突然看到那姑娘跑到门口，哭得梨花带雨，冲着恶狠狠地大吼：“你们都会遭报应的！”说完就跑了。我想追出去问个究竟，从后面跟上来的王景拦住我：“别追了，让她自己哭一会吧。”一想到女孩子总是情绪化的，我也就放弃。第二天，王景带着我匆匆回城了。我有点担心是不是娃娃亲的事情没处理好，特地打电话问他弟弟：“没事，那个姑娘放弃我哥了，你们安心在城里生活吧，等什么时候结婚，记得喊我去吃喜酒啊。”那弟弟在电话那头说得笑呵呵的，我终于松了口气。随后，我跟王景继续商量结婚的事。我爸妈给了我准备了一套200万全款的房子，所以我们结婚以后就住那里。
你就不用买房子了。至于装修，我们打工存1年钱，简单装一下就算了吧。我很开心，我觉得他也应该很开心。不行，他不开心。你爸出40万，我也出40万，我们一起首付，然后一起还贷。你哪来的钱？我可以把我的公寓押到银行贷款，然后再刷几张信用卡就有了。划重点，划重点，划重点。他说他的钱一半是押公寓到银行贷的款，一半是刷爆信用卡来的，但后面发现完全不是。房子买好后，当我再次提结婚时，他两手一摊，我连装修的钱都没有，哪有钱结婚？好，没钱就没钱。我爸爸也打算再留我2年，结果好巧不巧，我怀孕了。他们家一味哭穷，而我既受不了死过人的房子这种言论去打胎，也不能承受做一个单亲妈妈，只能拖累我的父母，替我们举办婚礼，30万装修，10万买家电，20万举办婚礼，最终让我风风光光的嫁人，体体面面的去医院产检。婚礼的前1个星期，之前还嚷着要来喝喜酒的王景弟弟，不知为何表示不会来参加婚礼了，反而提前来了一个陌生的女人。你就是那个跟王景一起买房子的人啊。他已经努力打扮时髦了，但还是带着点土味，看我的眼神是鄙视的。你谁呀？我当时刚从租婚纱的店里出来，女人说我是王景的亲姐刘月。我一时反应不过来，因为在我的记忆里，王景是没有亲姐的，而且他刚才报出的名字也不姓王。有时间吗？喝杯咖啡呀。他的搭讪也十分老土，但我还是好奇心旺盛地答应了。简易的咖啡厅里，他跟我讲了很多。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关于那个在农村定下娃娃亲的姑娘。当初定娃娃亲就是看人家家庭条件比较好，只不过后期没发展起来，而王景却读书有成。那个小姑娘还真傻了吧唧的当他是自己未来老公，掏心掏肺的对他好。村里谁没他妈嘚瑟过？未来儿媳妇早早就把工资上缴了。听到这里，我才反应过来，王景上学又没打工，他生活费都吃力，根本没有钱弥补公寓租不抵债的那一部分贷款。原以为是跟父母要的，没想到都拿异地女友的工资在顶啊！后来王景读研，他们家就瞧不上人家，但又处处骗着他们，想建房子没有钱，骗未来亲家出钱，说是2孩子的婚房。房子建好后，人家问什么时候定亲，他们当即翻脸，说是借的钱，房子跟对方没1毛钱关系，至于借的钱什么时还。说到此处，姐姐摊了摊手，那肯定是能拖就拖，反正也没借条。我听着心里胆寒，细想想，那个定娃娃亲的女方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碰上他们一家无赖。青春年少的姑娘在老家等了他这么多年不说，还把工资全当了恋爱经费，连父母的老本都搭进去了，这本可以成为她丰厚的嫁妆。随后姐姐又跟我讲了第2件事，也就是她的遭遇。我也是从那时才知道，原来他们家卖过一个女孩，还来不及诧异，她后面讲的事更让我瞠目结舌。我养父虽然是个老光棍，但对我真的很好，捡破烂都要供我上学。刘月低垂着眉宇，可惜好人不长命，他在工地上遇难了，包工头只赔了我30万，然后我的噩梦就开始了。我亲爸妈知道我的事后，非要跑过来认我，说对不起我，又说我现在一个人，不放心我做孤儿，只要相认以后都是一家人。说到此处，姐姐忍不住哼笑了一声。当时我大学刚毕业，还不了解人性，就认回了亲爸妈，
刚开始他们对我真的很好，还说要给我准备嫁妆，好到让我对未来都产生了错觉。然而没多久，爸爸就查出了癌症，急需用钱。我已经失去一个爸爸了，不能再失去第二个。于是我把30万都交了出来。我一边听着，一边感叹于姐姐的善良，又细想了一下，当时我应该跟王景刚恋爱，我没听王景提过他爸爸得癌症的事啊。屁的癌症，那就是他好大儿出来的馊主意。姐姐突然激动起来，癌症是假的，对我好也是假的，这都是为了骗走我养父30万的赔偿款。我刚把30万交出去，那个老不死的就活蹦乱跳，跟我说是医院误诊，人没事。我问钱了，他说先帮我存起来，免得我被男人骗，等结婚了再给我做嫁妆。老王八生出一只更坏的小王八。我很同情姐姐的遭遇，但也不能容忍她骂我男朋友。你怎么骂我男朋友啊？又不是他骗你的钱，他就是主谋。姐姐一口咬定，神情凶狠，因为那笔钱很快被他拿去买房子了。买房子啊，那个公寓。我突然反应过来，王景上大学时投资了公寓，那钱竟然是这么来的。从小到大的家教和良心让我一时不敢说话。他的2套房子都是我的钱。姐姐越说越愤恨。什么？我又鼓起勇气辩驳，不是的，新房是我跟他一起付的首付，那他的钱哪来的？抵押的公寓和信用卡。我呸！我话都没说完，就被姐姐给唾弃了。我跟我男朋友从高中谈到大学毕业工作，然后谈婚论嫁。我知道让那对老东西不会还我30万，也不会给陪嫁。但是姐姐冷笑，又继续说，他们什么没付出，还倒要我男朋友20万彩礼。哼，别我说男朋友了，我第一个不答应。我暗想，换我也不答应，大不了裸嫁呗，我就当自己是孤儿，自己嫁自己。结果他们找到我婆家，在我婆家门口大哭大闹，骂他家儿子拐别人家女儿，知道我跟男朋友恋爱早，什么强奸犯、诱拐犯都骂得出口，相当难听，闹得10里8乡都知道。我婆婆对我态度急转直下，劝我男朋友跟我分手。那2个老东西见势不妙，又说我为他家儿子打过胎，他们家没人性，说得有鼻子有眼，完全不顾我的名声。说到此处，姐姐的眼眶明显红了。我当时抑郁的要自杀，结果还是我婆家办事被逼，办事可怜我，拿20万彩礼把他们打发走。然后不久，他们就到处吹捧家里的好大儿在城里买房了，要娶城里的独生女。那不就是你吗？拿新房的时候是不是很开心啊？姐姐质问我的时候，我的脸烧得滚烫，感觉我好像做了件丢人现眼的事一样。大不了以后把20万还给你，我也是要脸的，从小没拿过别人一针一线，更不可能收这种没良心的钱。姐姐冷笑，她突然说了一句让我背脊发凉的话，你们都会遭报应的，你们都会遭报应的。这话那个村姑也说过，姐姐竟然跟她说了一模一样的话。回去之后，我就质问王景有没有这些事情，那都是我爸妈的主意，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钱都是父母给我的。他没有否认姐姐的话，但他否认自己参与其中。王景对着我赌咒发誓，还保证大不了以后有钱了，通通还给他们，省得一群眼红的人到处挑拨离间。又是挑拨离间，怎么每次都是别人挑拨离间？你是什么家庭？你父母给钱的时候，你都没想过那钱是怎么来的？这次我死活也不会信他，至少我不会全信他。趁着医院没下班，我跑出去打车去了医院。婚不结了，孩子也不想要了，但医生帮我做检查时，
我听到了被放大的孩子的胎心，砰砰砰，那么的强烈，充满了生命力。你确定要打胎吗？医生一再向我确认，我眼眶里含着泪，不置可否。你这样肯定不能替你安排手术的，回去再考虑一下吧。医生礼貌地将我劝走，还没走出医院，就接到王景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边说边哽咽：“你不要我了吗？你也不要我们的孩子了吗？我错了，我写欠条还不行吗？你不要打掉孩子。”回到家后，他一再强调自己本心不坏，只是太想跟我在一起，怕我嫌弃他，所以父母给钱时，他就装聋作哑，甚至写了一张婚前欠条给我，以后把50万转到我卡上，任我处置。他确实有改过自新的诚意，再加上我也是真没勇气打掉孩子，所以婚礼如期举行。婚后，我爸爸给王景换了个更好的工作，在国企就职，又借着我产检不方便，跟我爸倾诉想要一辆车，张口就是我看中一辆30万的奔驰，30万，干脆让我家把祖坟都挖给你吧。当时我怀孕4个月，脾气波动也很大，但我爸也是心疼我，只要好好过日子，30万就30万吧。不久后，我就坐着30万的车去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儿。从此，王景走到哪都是光鲜亮丽的，回到村里更是光宗耀祖般的扬眉吐气。他已经从农村研究生变成大城市里有房有车有国企工作还有老婆孩子的成功人士了。是的，他成功了，而我的人生从此一路往下滑去。往后2年，他在公司2年一路的升职加薪，有了点钱后，他又想创业，做教育行业，把家底掏干后，又求我爸赞助了50万，划重点是赞助。我爸看他这2年确实表现得聪明能干，便毫无保留地支持他。而后不久，我爸爸也从政府机构退休了，也就是从我爸爸退休那时起，他对我的态度开始变得不冷不热，工作不跟我聊，创业开的培训班也不跟我聊。我每次问起，他都说不赚钱。他变得异常忙碌，还要出差，经常1整月都在外面。你当家是酒店吗？时不时的睡一觉就走。孩子长什么样还记得吗？赚钱不要时间吗？你们女人就是矫情，看看你这鬼样子。他现在看我围着围裙抱孩子的样子，满眼都是嫌弃。孩子在我手上哭，我懒得跟他吵。算了，你把这个月是生活费给一下吧，爱去哪去哪。什么生活费？你当赚钱容易吗？一天天的就知道要钱。他什么也没给，摔门就走了。那一刻，我感觉被掏空的不仅仅是我娘家，还有我自己。没办法，我只能兼职赚钱养家，一边照顾女儿，还要包揽家务。就在我忙到一天睡4个小时，几乎要猝死的时候，竟然在他衣服上发现了染着时髦红色的长发。原来他是忙，只不过是忙着出轨。我压着脾气买了定位装在他车上，跟踪了他一段时间，终于看到他和一个漂亮的女人手牵手从豪华酒店出来，卿卿我我地走进停车场。我整个人都要爆炸了，一路疯跑过去拦住他们。王景，你良心被狗吃了吗？你生命中的哪个拐点？我没出钱没出力，你就这么报答我？看吧，这就是我家泼妇，仗着自己有个当官的爸爸，一直对我大呼小叫。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吧？王景很巧妙地避开重点，然后指责我的不是。那个年轻貌美又精致的姑娘果然很疼惜他，反过来温柔地劝我，你这么跟老公说话是很伤人自尊心的，再多的爱也经不起日日夜夜的羞辱啊。
他说话的时候语气缓慢而坚定，笑容谦和，目光却是傲慢。我发现这个场景真是熟悉，就像几年前的我对峙跟王景定娃娃亲的村姑。果然被村姑说中了，我遭报应了。离婚，我要跟你离婚！我忍不住大吼，整个空旷的停车场都回荡着我嘶吼绝望的声音。离婚可以，先给我50万。王景回家后就丢给我一张100万的欠条，我也承担了一半，算对得起你了吧？什么50万？你培训班的钱了，你的收入了？我简直是难以置信，这就是培训班亏掉的钱啊！一共100万，车子我也抵押了，所以你现在要么给我50万，要么把房子留下净身出户。你连房子要占，这可是我爸出的首付，房本上有我的名字，也有我的名字。王景恶狠狠地提醒，你爸又没有全款买，不是吗？他一盆冷水浇得我透心凉。原来他在没结婚前就筹谋着这一天，而我还想着跟他共同还贷。细想来，就这几年的时间，我父母为了我300万砸进去，把家底都掏空了。我离开时竟然1毛钱都带不走。突然我又想起来，王景，你还有一张50万的欠条在我手上。呵呵。王景不屑一笑，然后翻出一条录音，是我出了医院门口，王景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哭着说，我错了，我写欠条还不行吗？你不要打掉孩子，你懂不懂法？威胁中写下的欠条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说完，王景嘲讽地哈哈大笑，我的心就像被一只大手狠狠揪住一样，痛到窒息。王景，你是魔鬼吗？真是一步一算计，心计之深，令人啧舌。我只是得到了我该得到的东西而已。王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无歉意，甚至引以为傲。那段时间我状态很差，把女儿送到我妈身边，自己白天行尸走肉般的上班，深夜本来就情绪消沉，还时不时接到他妈打来谩骂的电话。不管用什么办法，你哪怕去卖，都给我儿子凑50万，然后快点滚，记得把野种带上，那不是我儿子的。你不要逼我们进城，我们进城了，就要你后半生都别想做人。这一刻，我终于体会姐姐当时被那2个老东西纠缠的心情，真恨不得坐飞机过去一刀捅死他们。就在我琢磨要不要跟他们同归于尽的时候，王景的弟弟突然找到了我。说起来，我这些年都没见到过王景弟弟了，我们结婚的时候他都没有来。哼，我去你们婚礼干什么？难道要祝福你们成功拆散我的婚姻吗？弟弟的话让我莫名其妙。什么拆散你的婚姻啊？你不是出去打工了吗？王景一直说弟弟没什么本事，出去搬水泥了。你们买的房有20万是从我这骗走的。他的话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但我已经没有想象中那么惊讶了。弟弟继续说，家里所有的钱都用力供他了。我辍学早，打工几年，存了20万，交了一个女朋友，人好又不嫌弃我。我打算就用这20万和他结婚，连日期都定了。他知道后就要借20万周转，说过2天就还。结果等我忍不住去要时，他房子都买好了。你都不去告他吗？我没像上次那样为王景辩解，甚至有些埋怨这对苦命的姐弟怎么不联手弄死他。一家人嘛，没防备，欠条没有，录音没有，怎么告？至于他手中的公寓，根本贷不到款，而且他也不是不承认借钱，就说以后慢慢还。你能拿他怎么办？弟弟也是无奈，满脸遗憾。后来女朋友父母反对，我们就分手了。我一气之下就出门打工，
几乎不回去了看，太心寒了。突然，他又提起，对了，你还记得那个跟他订娃娃亲的姑娘吗？后来你还打电话来问过我她情况了，记得？王景在婚前跟他说开了，他跟人家说的什么呀？弟弟苦涩摇头，他直接说，如果再纠缠，刘月的下场就是他的下场。村里谁不知道我们家为了20万，不惜毁掉女儿的声誉，也要强卖给别人。我们农村哪个女孩受得了哪种诋毁？那姑娘一时想不开，差点自杀。我跟你打电话报平安的时候，头上被人家父母打的都是血，就为了这个日后会骗我20万的好哥哥。弟弟的不断苦涩叹息，心里的酸楚难以言表。我有些心疼他。那你现在还好吗？还在搬水泥？谁知他扑哧一笑，抬手故意晃了晃手腕上价值20万的品牌手表，笑道，我的真实情况他们一个字也别想知道。那你过来找我就是为了展示手表？他摇头，我是想告诉你，王景除了培训班，还有个空壳公司，只跟他一个要好的小学同学做生意，其实就是转移婚内财产。至于那个100万欠款也是假的。你怎么知道的？王景再厉害也不能把每一件事情都算准。弟弟离开时把公司的名字写给了我，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翻身的机会，这时候就顾不得什么面子了，迅速回娘家向爸爸求救。我爸爸虽然退休了，但好歹在政府机关工作了一辈子，钱没赚多少，老朋友多的是，不但为我找了顶级的律师，还把王景的公司查了个底朝天。王景的财政确实是赤字，但他很多重大支出都涉嫌转移婚内财产。至于他的100万欠条，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为夫妻共同消费，也没有我的签字，所以对我不能造成任何威胁。另外，他最大进账的培训机构还涉嫌偷税漏税，只要举报就能让他坐牢，那就让他坐牢。我爸都没问我意见，就对律师说，让他多做几年，不用给我面子。我在旁边看着，大为痛快。恐怕不行。律师摇了摇头，又推出一张文件，公司的法人不是王景。我连忙拿来一看，惊呼，是他爸。呵呵，竟然能让他亲爸做法人，自己还忙着偷税漏税，明显出了事就让他爸去坐牢啊！那就让他爸去坐牢，我才不管那么多，能干翻一个是一个。就在律师去执行的第2天，他爸妈登门了，进门就哭。王景也是鬼迷心窍，被女人骗，不应该对不起你，你要看在孩子的份上原谅他吧。你之前不还说我的贱货，孙女是野种吗？我屁的原谅！我爸替我撵他们出去，那老两口走到门外就跪下了，又哭又闹。你们小2个闹矛盾，让60岁的爸爸去坐牢啊，丧尽天良啊！我爸爸周围的邻居都住着体面人，不是从政就是从商。老实说，被这么闹着，我家还真丢不起这人。我妈迅速打电话叫保安，保安把他们扔在小区外，他们就瘫坐在小区门口哭，影响更大。最后只能让警察把他们带走，通知家属去接人。王景这才姗姗来迟的主动打电话给我，我们好歹夫妻一场，不要闹得太难看。我好歹也是孩子的爸爸，你出轨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我们夫妻一场？你让我净身出户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我的孩子的妈妈？好，算我对不起你，房子一半是你的，欠款也不用你还，抚养费也不用你出。什么抚养费？孩子是我的，抚养费应该是你出，孩子我肯定是要的，他可是我的心头肉。屁的心头肉，他无非是拿捏我爱孩子罢了。这是律师分析后还是劝我们息事宁人。
倒不是怕他们，也不是要原谅他们，而是这家人的品行不但差，而且还太过下三滥，横竖要让他们占到点便宜，不然跟狗皮膏药一样缠着，受伤的还是我们。想想律师说的也对，便最终达成协议，放他们一马，但孩子的抚养权归了我，并将房产的70万分给了我。他痛快答应，并和我去民政局拿了离婚证。离婚证拿到手，我还是忍不住哭了。想想家里300万下去，再赔上我的10年，最后只回来70万，其中30万还是房价上涨的来的，实在是太过讽刺。而我千挑万选的好男人，竟然是个吃人不吐骨头，连自己家人有一个算一个都要迫害的人。关于他的很多事，我都是听他姐姐跟我聊起的。至于为什么我跟他姐走近，用姐姐的话说就是王景后面的下场实在是太过瘾了，必须要找一个人分享。跟我离婚后，王景快速和出轨的千金小姐结婚，并生下一个儿子。那段时间他确实整个人喜气洋洋，或许他以为曾经用在村姑身上的套路在我身上成功复制并取得胜利，他一定以为这种套路在那个身价上亿的千金小姐身上也会同意奏效。但这世上向来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首先，这个千金小姐属于下嫁，脾气大得很，普通的端茶倒水根本满足不了她。什么牛奶一定要37度，蔬菜只能吃菜心，桌椅板凳都要按照她喜欢的样子摆放。总之，把他们老少折腾得够呛。而我家也没闲着。离婚后，我爸爸迅速跟以前的人脉打招呼，表示王景已经不是他女婿了，而且人品堪忧。国企里的人很快明白过来，各种排挤，让他做不下去。你以为我稀罕待在国企里？你等着，我会让你们都付出代价。这是王景离职那天给我发的短信。他很自信，也很得意，失去这么好的工作也底气十足。因为按道理，他有300万在好兄弟那，都是他这些年辛苦移出去的婚内财产，还300万，我连30块都不会给他。说这话的正是他姐姐，他弟弟就曾说过，王景再厉害也不能把所有事情都算准，其中最失策的就是这个姐姐。当年要不是他们家闹得太难看，我至于一直被婆家瞧不起，刚结婚不到2年就离婚收场吗？姐姐每每提到这事还恨得咬牙，她必须和我一样痛苦，才算是赎罪。姐姐离婚后，知道了王景和他好兄弟开公司的事，就故意接近他的好兄弟，凭着过人外貌和出色的头脑，成功将他兄弟拿下。本来我就想做他女朋友，然后搜刮一下他们公司违规操作的证据啊什么的，没想到他兄弟竟然真的对我动了心，不但日常对我挺好，还把公司里的财政交给我管理。那既然这么有诚意，就结婚呗。姐姐说起来笑容满面，看得出的幸福。既然结婚了，那他的钱肯定都是我的钱，我怎么可能还把300万还给他？我还他1巴掌还差不多。我疑惑，那王景不是你老公的好兄弟吗？他能答应？很简单啊，我让他选择，要兄弟还是要老婆。姐姐摸了摸手指上的大钻戒，哼笑，答案不言而喻。所以王景的300万全部打了水漂，1分也没拿回来。这种虚假交易本是就违法，他也不敢报警，只能打落了牙往肚子里咽。更重要的是，姐姐掌管财务许久，还真收集了很多他培训班违规操作的证据，一不做二不休给匿名举报了。很快，王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就这样关门大吉了。
姐姐对此毫无愧疚之心，看弟弟落魄了，还很高兴。哼，天下没有免费的三餐，他欠下的都要加倍奉还。这1年多来，我在旁边听姐姐说她的八卦，都觉得大呼过瘾。对王景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可能就是千金小姐给他生了个儿子。然而宝贝儿子还没到周岁，他妈妈就要跟他闹离婚，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就说不爱了。要知道，当时为了抱上这条大腿，他费了不少力气，不惜把我踹开。现在什么都没得到，就要离婚，怎么可能甘心？勉强能让千金小姐走，但儿子是决定不能让他带走的。为了抢到孩子的抚养权，王景索性就谎称老婆有精神病，录了很多他在吵架时摔东西发疯的视频。当然，也怪这个千金小姐脾气确实大，一不顺心就摔锅打盆。就算没有神经病，也可以认定是有严重的暴力倾向。千金小姐眼看抢不到抚养权，还要每个月倒贴抚养费，索性在法庭上当庭自曝，这孩子不是她的，是我前男友的。一时间，整个法庭上都鸦雀无声。后来做亲子鉴定，果然女方没有说谎，孩子确实女方前男友的。人家前男友家相当豪横，1个月抚养费能抵他1年的工资，他连戴绿帽的资格都没有。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几乎要喜极而泣。苍天啊，大地呀，这是小三上位吗？这简直是天使姐姐亲自下凡给我出恶气啊！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心里终于平衡了。在家人的关怀下，我开始重新生活，并接受叔叔阿姨给我安排的相亲。其中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长得痞帅痞帅的，成功俘获我的芳心。在相处3个月后，确认情侣关系。然而，我的前夫真的如律师说的一样，像狗皮膏药一样粘了上来。老婆，以前都是我不对，是我不懂得珍惜，我错了，你原谅我吧。我太想孩子了，他现在没了钱，没了好工作，没了老婆孩子，就剩一套还在还贷的房子，日子又重归苦难时，他终于想起了我的好，想起自己还是孩子的爸爸。但我看他发来的短信就觉得恶心，特别是他还称呼我为老婆，简直是在提醒我以前不堪的人生。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请不要打扰我们上床交流感情。如果你再发短信，我就报警了。我故意把短信写得很露骨，一则为了恶心他，二则也是为了让他死心。我会让你后悔的。他发完这条信息没多久，我男朋友的手机上就收到了经过模糊处理的裸照。或许别人看不出什么，但只要熟悉我的人就能一眼认出，那个光着身子摆出聊骚姿势的人就是我。我真特么悔不当初啊，爱到脑子发烫，跟他拍了这些作呕的东西。如果你真跟他上床交流感情的话，我就把照片发给你爸妈，发给你朋友，还要发给你爸妈的朋友，看他们还敢不敢给你介绍对象。当我收到这条短信时，心里在盘算2件事：我是自己跳楼自杀，还是跟他同归于尽？死什么死？要死让他去死。男朋友坐床头紧紧拉住我手，你放心，这事交给我来办。看我不让他跪下来求你原谅。让我惊叹的是，男朋友的人品比想象中还好，他不但同情我的遭遇，还正义感十足。第2天就带了一帮兄弟，人手一个大锤，敲开王景家门，把他家里的装修都毁了。你们干嘛？你们要干嘛？我要报警了。王景神色慌张，想拦又不敢上去拦。男朋友去时谨慎地带了录像，一则怕他躺在地上装死讹诈，
毕竟他们都人手一个大锤子，二则也是把他的囧样拍下来给我解气。干嘛？我男朋友一锤子砸烂了电视剧，我来拿我女朋友的东西啊！王景屋里的装修本来就是我家出钱装的，离婚的时候他还笑话我，让我有本事自己拆了带走。老婆，你看仔细了呀？男朋友对着镜头调笑，我今天就帮你搬家。说着又是一锤子，冰箱也坏了。王景吓得赶紧报警。警察来了，我男友还是不怕，镇定自若地拿出一沓发票，那都是当年装修的发票，钱全部来自我爸妈的账户。当然，这些发票全都是假的。对付无赖，就要用更无赖的方式。如果王景还不死心，要找当年装修的人证，用我男朋友的话说，他要多少我就给多少，他要多大年龄的师傅，我就给他多大年龄的师傅。警察看着发票也不好办事，正要走，我男友主动喊住了警察。他的事完了，我的事还没完了。说着就拿出手机里的裸照给警察看，又指了指王景，他拍我女朋友的裸照还到处发，我是不是可以告他？哼，我只是随便找了几张图片胡乱发送，谁知道是不是你女朋友啊？王景大祸临头还不以为意，他当时把裸照做模糊处理，就是为了防止对方报警。照片上的人大概率认不出是谁，除非是跟我相熟的人，能从轮廓上分辨出是我。不得不承认，王景确实是个聪明的人，但我男朋友更聪明。谁说我要告你侵犯肖像权了？我要告你传播淫秽图片。男友一巴掌打在王景的脸上，你伤害了我幼小的心灵，你这么大个人了，懂不懂法？就这样，王景终于被警察带走了。晚上我躺着床上担心起来，几张模糊的不雅照，估计定不了他什么罪吧，最多关个15天就放出来了。男友轻笑，他传播淫秽图片的数量是其次，他伤害了我幼小的心灵，给我留下永久的精神障碍才是重点。说着就扭曲表情，假装做出精神病发作的样子，倒在床上抽筋。我被他逗得哈哈大笑，他起身后抽筋似的伸出2根手指，笑道：等我拿到精神障碍鉴定书，他起码2年起步。在货真价实的精神障碍鉴定书面前，前夫的律师也表示得2年起步。前夫爸妈又故技重施，到我家门前哭天抢地，但他们这次是遇上对手了。男友直接雇了一个看门大爷，往前夫爸妈面前一倒就开始抽筋，不给10万不起来，吓得他们连夜跑了，大概是真的走投无路了。前夫的律师前来和解，我也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要求很简单，70万给他，房子过户给我，车子还给我，拿我爸创业的钱全部还回来，没有就打欠条，然后下跪道歉，永远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为了不坐牢，也为了不留案底，前夫答应了我所有的要求。当他跪在我面前的那一刻，曾经闪闪发光的他，灰暗如尘埃。我看着那脸熟悉的脸，有些诧异，他的面容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这么丑了？他曾经真的是个好苗子，只可惜以为凭着那点小聪明，不断的侵夺资源，就可以成为人上人，结果机关算尽后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希望他能明白，聪明只会带来一时的利益，而良好的人品才能带来长久的好运。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